美国的王牌是关税，那中国的王牌是稀土。这一牌局美国先出手。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全球祭出高关税，中国首当其冲。中国以高关税回击之后，也亮出了它的杀手锏，限制稀土出口。从那之后，美国的态度看起来放软了，高额关税一元再言，放宽晶片出口禁令，连中国学生的签证也不卡关了。每当中美打起贸易战，稀土就会是焦点。Rare earth, we're looking for rare earth all the time. 那究竟它有什么魅力，能够成为关键的谈判筹码？我们先来看看这张元素周期表啊，我原本也是一头雾水，后来我搞清楚了，其实只要记住一个重点就好了。稀土其实一点都不稀有，它是17种元素的总称，它比黄金要容易找到多了。既然找到它不难，那难的是什么呢？提炼加工。一块矿石里通常混着好几种稀土元素，由于它们的化学性质太接近了，因此很难分开。想要把稀土元素提炼出来，就得经过一道又一道的复杂工序。其中轻稀土比较常见，提炼也相对简单，但重稀土就难搞得多了，不止稀少，还特别的难分离。就像是你把面粉和苏打粉都泡在水里，然后要把它们分离出来，想到都很头痛。可是偏偏这些稀土就是高科技产品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比方说我们的手机里面就有至少8种稀土元素，它能够使手机震动、发出声音、显示颜色等。尽管这些稀土的含量非常的少，但是它却是让手机变得智能的关键。那除此之外呢，手提电脑、电动车、美国 F-35战斗机、风力发电机等等，这些从我们身边的电子产品到绿色能源都有稀土的成分。因此稀土也被称为现代科技的维生素，尤其在绿色能源方面，它的用量非常的大。全球虽然有40个国家拥有稀土资源，但是真正能够左右市场的大约只有10个。根据国际能源署资料显示，全球稀土矿产当中有69%是来自中国，而到了加工阶段，中国更是掌握了全球92%的产能。从开采、提炼、加工到磁化处理，中国是全球唯一有完整稀土产业链的国家。白宫也曾承认美国在关键矿产上严重依赖进口，其中有70%的稀土都是来自中国。稀土相关物项具有军民两用属性，对其实施出口管制符合国际通行做法。这意味着单是凭借稀土加工这一技术壁垒，就足以让美国感到压力。而中国稀土的主导地位不是偶然得来的，它的背后有着几十年的产业布局和技术积累的结果。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这句话呢是出自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他在1992年的时候对稀土的经典论断。如果说邓小平将稀土战略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那么技术型官员方毅就是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并将它落实的践行者。方毅第一次带队前往内蒙古包头深入调研的时候，他就发现稀土矿物堆积如山，但是却没有被利用，而原因就在提炼技术还不到位。于是他将轻稀土资源纳入到国家重点开发项目当中，中国科研团队才得以突破低成本分离技术，增加产能，以价格优势压垮西方竞争。90年代后，中国进一步掌握到了重稀土的分离技术，形成了技术和产量的双重垄断。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他就是地质学家出身，他也在稀土政策制定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那既然稀土这么的重要，为什么美国就不打造自己的稀土王牌呢？原因就在提炼加工涉及到了环保问题。中国内蒙古包头是世界稀土之都，同时它也是一座环境污染非常严重的城市。包头有一座人工的泥浆湖，占地面积达到11平方公里，大约是2个圣淘沙岛那么大。而在这个湖里面堆存的都是提炼稀土元素过程中的化学残留物，想想都非常的可怕。中国国务院曾经在《稀土状况与政策白皮书》中承认，过度开采稀土已经造成了山体滑坡、河道堵塞，甚至带来重大事故灾难。
给公众的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重大损失。尽管在过去的10多年间，中国投入了上百亿人民币，希望能够改善稀土行业对环境的破坏，但是一些伤害已经不可逆转。而另一边的西方，他们的环保法规却越来越严厉，因此稀土公司也难以生存，一间一间的倒闭，自然在技术上难以和中国比拼。目前，美国只有一家稀土生产商 MP Materials Corp， 现在是由美国政府保驾护航。美国政府先是砸下了4亿美元入股，成为最大股东，最近更是提供给这家公司1亿5千万美元的贷款，意图提升工厂分离重稀土的技术。在技术提升之前呢，当然也需要有足够的材料。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今年5月就签署了矿产协议，让美国有权获得乌克兰新矿产和自然资源的许可证。First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y have always put critical minerals as a very important policy priority, making sure we have government positions that look specifically at diversifying those critical mineral supply chains. And that doesn't necessarily change today. 这些都是美国希望减低依赖中国稀土的举措。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目前美国这家唯一的稀土生产商 MP Materials Corp 的产能是100%在生产，但是它1年的产量只相当于中国1天的产量。多方分析都指出美国想要赶超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放眼全球，尽管各国积极提升稀土的产量，但是预计在2030年，中国依旧会主导全球市场。埋藏在地底的稀土影响着全球科技业命脉，同时也是中美关系之间最安静又最关键的谈判材料。到底它会是平衡还是武器，就看接下来中美会如何翻牌。